我的好师尊羽化前将师妹托付给我，叫我保护好师妹，并无条件的答应师妹所有的要求。身为正人君子的我本想当即就拒绝，可脑海中却传来了系统的提示声，只要无条件满足师妹5年要求，便可获得当世最强修为。这诱惑着实难以拒绝，因此我便开启了对小师妹长达5年的舔狗之路，也导致这5年来我成为了宗门内人尽皆知的舔狗，被整个宗门的长老和弟子视为耻辱。而今天过后，我终于可以摆脱舔狗这个身份了。然而此刻师妹苏乖乖突然传音回来，说她明天要带一位尊贵的客人回宗门，让我们准备一下，搞个欢迎仪式。我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后，从身后摸出了一本发黄的簿子，眯着眼睛把我这次为他做的事也记了上去，序号是250。过了今天，我给出去的东西就要一样一样的讨回来。于是我叫来我唯一的徒弟，让他把欢迎仪式的消息传达给宗门的长老和全体弟子，并强调明日所有人必须在山门前集合，谁敢不来就重罚。消息一传开，果不其然，整个宗门怨声载道。我猜那些长老们肯定又聚在一起说我坏话。果不其然，某处居所内，一群长老正义愤填膺又来了。各位，他现在还有资格担任我们的宗主吗？因为他的行为，我们出去，还有谁能自豪地称自己为青云宗的长老？我们的弟子外出，还有谁敢自称青云宗的弟子？他之前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资源，我们也默默忍受了。但是如今他竟然开始动用宗门的资源，你们还能容忍吗？大长老身形虽然不高，此刻却是激情澎湃，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巨人，一个敢于反抗强权的巨人。一些长老纷纷附和，只有少数几个低头叹气。那又能如何呢？现在他是我们宗门实力最强的人。一个长老无奈道：“只要我们联手，他又能有何作为？对，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就在这时，大长老深吸一口气，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不瞒各位，昨天我突破了，现在我和他的修为已经不相上下。”听到这话，其他长老都瞪大了眼睛。明天我将当着所有弟子的面将他赶下宗主之位。各位愿意支持我的，请站起来。话音一落，一群长老纷纷站起，剩下几个犹豫片刻后也站了起来。好，明天我们将为宗门洗去耻辱。整个夜晚静悄悄的。第二天一大早，全宗上下，就连火灶房的弟子都被拉到了山门前，3万人齐刷刷的站着，场面那叫一个壮观，甚至吸引了其他宗门的人跑来看热闹。不用想也知道，外人肯定以为我这个宗主又在为师妹做什么荒唐事。就在全宗弟子齐聚之时，我也从主峰上空飞落到山门前，悬浮在半空。我一身白衣，在强大修为的映衬下，宛如谪仙。然而我知道底下那些弟子看我的眼神，清一色全是厌恶和鄙视。我懒得搭理他们，也懒得去感知师妹到底回来了没有。我的目光全都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虚拟面板。倒计时开始了，10、9，开始传输界域最强修为。轰！一股难以想象的恐怖能量瞬间涌入我的身体，仅仅1秒钟，我就感觉自己脱胎换骨。现在的我似乎能与这片天融为一体，这难道可以直接飞升了？我连忙在心里问系统：系统，这界域最强修为是在凡间最强，还是到了仙界也一样？宿主所在界域分为凡间、仙界和神界。我顿时愣住了，这意思我现在就算去了神界，也是最强。就在我兴奋不已的时候，2道人影突然从我身前10丈外的虚空中闪现而出。我师妹回来了，一个自然是她，婀娜多姿，穿着华丽的古装，像个仙子，嘴角微微上扬，透着一股自信和优雅。另一个男人看起来20多岁，身材魁梧，肌肉线条分明，穿着朴素的古装，看起来有点憨厚。眨眼间，2人就飞到了我的面前，我的目光瞬间就锁定了那个魁梧男子。修为暴涨后，我看什么都一清二楚，连对方的修为都看得明明白白。渡劫巅峰比我之前的渡劫初期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在这个世界，这几乎就是凡间最强者了。而眼前这家伙才20多岁，真是个天才。下方所有弟子和长老也都察觉到了魁梧男子身上那股恐怖的能量，全都震惊了。这感觉比我还强很多。渡劫后期，甚至渡劫巅峰，个子小小的大长老咽了咽口水，估计心里已经没话说了。有这种人物前来，全宗欢迎是正常的。陈长安，这是我的五师兄。苏乖乖得意地介绍道。早就忘了师兄2个字怎么叫了。渡劫1层的修为，那魁梧男子嘴里嘀咕了一声，然后才正式开口：阁下就是乖乖以前的师兄吗？我听着这2人的话，表情开始变得玩味起来。苏乖乖这是出去一趟，傍上大腿了，那可太好了。看来师妹你在外面另寻了师尊啊，那太好了。往后你一定要在你师尊那里好好修炼。我感觉一种解脱。这话听起来正常，但细品之下又有点阴阳怪气。苏乖乖听到这话，嘴角翘得更高了。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不管他做什么，我只会支持。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脱离师门，因为他拜了个实力强的可怕的新师尊。还有一件事，我师尊从我身上挖掘出了隐藏的圣体，这圣体和五师兄的圣体十分契合，我今后要和五师兄双修，你不会有意见吧？苏乖乖淡漠地看着我，然后转向魁梧男子，露出了甜蜜的笑容。他料定我不敢有意见，毕竟我只有渡劫1层的修为，而他五师兄可是渡劫巅峰，我根本不是对手。他大概觉得我会很不甘心，会说些挽留的话。然而下一刻我的回答却让他大跌眼镜，那简直不要太好了。我听到苏乖乖的话，那叫一个喜出望外。你丫的不仅傍上了厉害的师门，还找到了下一个接盘侠。你看看这什么五师兄，那清澈中带着点愚蠢的眼神，一看就很能舔。兄弟，别怪我，这是你自己凑上来的，这是你的劫。苏乖乖愣住了，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你同意了？那必须同意啊！师妹啊，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总算是完成了师尊的遗愿。我话音刚落，便一个箭步冲到那位魁梧男子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小兄弟，我看你天资出众，相貌堂堂，和我师妹简直是天作之合，以后我师妹就交给你了。魁梧男子来之前被苏乖乖打过预防针，说我这人有点不讲理。可此时看着我这激动的仿佛嫁妹妹的表情，他也有点意外。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师妹的。我重重的拍了拍他的手，长舒一口气，舒服了。苏乖我目瞪口呆，这剧情跟他想的完全反了。他立刻反应过来，不对，他一定是装的，在强装镇定。我们别在这谈了，回宗里谈。忘了问小兄弟怎么称呼了。我拉着魁梧男子的手，笑得那叫一个和煦，朝宗主殿飞去，还不忘挥手让底下的人都散了。然而那些长老和弟子们哪肯走，一个个心里全是问号，偷偷摸摸的跟了过来。回到宗主殿，我依旧拉着陆浩的手，让他坐在我旁边，把他整的都有点尴尬了。我看陆浩你年纪比我小，我就叫你全名了，你要是不嫌弃，叫我一声长安哥就好。我的笑容温暖又亲切，让人没法拒绝。陆浩觉得很合理，开心的喊道：“好的，长安哥。”我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话锋一转，露出了招牌式的假笑。陆浩啊，我在想，你和乖乖未来要双修，是不是该先把亲事办了，走走传统流程？成亲这个，我可能要先问问师尊。陆浩尴尬的挠了挠头，不，师尊是师尊，成亲得问家人，我就是乖乖的家人，我相信你师尊也不会管这些，他更在乎你的修为。我循循善诱。陆浩想了想，点头说：“确实，师尊他不太关心我们的感情。至于家人，我已经没有家人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既然你没有家人，那你们就在我宗门办婚礼，我来给你们操办，如何？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陆浩被我弄得晕乎乎的，下意识就要点头，但又立马看向苏乖乖。苏乖乖人都傻了，双修可以，成亲可不行，那以后就麻烦了。可他现在要是说不，岂不是伤了陆浩的心？那个，苏乖乖支支吾吾，我哪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接抢过话头，我了解乖乖，我算他长兄，长兄为父，师尊死前可是嘱咐我要替乖乖寻个好人家嫁了。我看陆浩你就是那个好人，所以我做主必须成亲。我拍着陆浩的肩膀，笑得无比灿烂。陆浩咽了咽口水，我确实是好人。好，那我们谈谈成亲的事。我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光芒，然后表情一肃，在谈婚礼前，有件事我要向你和乖乖坦白。长安哥，请说。陆浩见我一脸严肃，也挺直了身子。5年多前，我师尊离世前，他老人家紧紧握住我的手，嘱托我，让我答应他，这辈子都要照顾好乖乖，满足他的任何请求。而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我答应了，所以这5年来，我对乖乖无微不至，他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的一切都给了他。听到这里，本就愣神的苏乖乖更是如遭雷击。等等，你的意思是，你这5年舔我，只是因为我爹？我不仅大声说出来，还特意用了修为，让声音传遍殿外。我知道那些长老弟子都在外面偷听，这可是我洗刷舔狗人设的绝佳机会。陆浩眨了眨眼，他之前也听说过我和苏乖乖的故事，此刻听我这么一说，心情复杂。为了师尊的嘱托，竟然能做到这个地步，这男人值得尊敬。我捕捉到陆浩眼神里的信任，立刻戏精附体，眼眶都红了，声情并茂地说：“陆浩，我知道你也是重情重义之人，以后乖乖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像我以前那样对他。”陆浩声音洪亮的保证：“我一定会的。”我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然后话题一转：“好了，我们继续谈成亲的事。我们宗门有讲究，得有彩礼和嫁妆。”陆拓点头表示理解。那么，陆浩，你看，我掏出那本发黄的簿子，递给陆浩，这些年我为乖乖付出的都在这上面了，这就算我们的嫁妆，你同意吗？陆浩拿过簿子一看，整个人都傻了，愣愣的看了眼苏乖乖，又看了看我，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事啊？陆浩啊，你师门肯定不简单，但彩礼嘛，心意到了就行，不用和嫁妆一样多。我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但我很清楚，这小子是个大院主，一个拥有渡劫巅峰实力的强者，背后师门肯定不简单，他绝对拿得出来。其实我也不贪心，能还我80%就行。陆浩有些犹豫，他的积蓄是不少，但算下来也就和我给的差不多。就在这时，我突然开口：“其实吧，以后乖乖就是你的人了，你们双修，互相成长，那我给乖乖的，不就等于给了你吗？你觉得呢？”陆浩眨巴着清澈的眼眸，觉得好像是这么个道理。行，我给的彩礼就和这个一样。我心里乐开了花，笑着说：“好，我这就出去宣布一下，我可不傻，必须广而告之，让陆浩想反悔都难。”说完我就飞出大殿，对着天空一顿宣告，声音传遍了方圆百里。搞定之后，我回到殿内，又拍了拍陆浩的肩膀，笑容可掬。好了，不出几天，整个修仙界都会知道陆浩是我们乖乖的夫婿了。陆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他迅速递给我一个储物戒指。长安哥，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彩礼，你看看。我神识一扫，眼睛都亮了。嘿，这小子还真富有。乖乖，以后你就好好服侍陆浩。我看向苏乖乖，笑得像个奸商。苏乖乖这时才回过神来，气得想骂人，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怎么会这样？我不想结婚啊，师兄，那个我想和你单独谈谈。苏乖乖想了半天，只能憋出这么一句。我嘴角一翘，东西到手，他再怎么闹也没用，于是回了个行。苏乖乖拉着我来到殿后的休息室，皱眉道：“师兄，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不喜欢我了吗？”听到这话，再看到他那故作妩媚的表情，我只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师妹，你这是干什么？我可从来没喜欢过你，只是把你当妹妹。这话可别让陆浩听到。我严肃的撇清关系，我以前照顾你，纯粹是因为师尊临终嘱托，你别胡思乱想。苏乖乖嘴角抽搐，一时无言。你在骗自己。他突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始嘟嘴卖萌。师兄，我其实也不是不能陪你，你就出去让武师兄打消娶我的念头嘛，往后我多回来陪陪你，怎么样？师妹，你再这样我可就告诉陆浩了。你也不想陆浩知道你这样的。我表情冷漠，心里却在冷笑。不要嘛，我知道师兄只是生气了，可我也
也不想的，人家心里明明有师兄的，主要是我不想放弃大好前程啊！以后我的修为能突飞猛进，甚至飞升成仙。听着他这话，我直犯恶心。苏乖乖似乎没看到我的脸色，继续画大饼。师兄，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师尊可不是凡间之人，而是来自仙界。你只要帮我打消五师兄的念头，和以前一样宠我帮我，那你以后就有可能依靠我去到仙界。我是给你机缘。他这话说到后面，又开始变得桀骜自大起来。要不是我有系统，或许真会心动。但现在我的修为在神界都是最强，区仙界算个屁，还在这给我画饼。师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初对你好，只因师尊重托。现在有更好的人对你好，你应该好好想想怎么让他变成当初的我。其他的别说了，我出去了。我态度坚决，真当我想舔你？要不是系统任务，谁舔你谁是狗。看着我快步往外走，苏乖乖气急败坏的骂道：“你会后悔的。”我迅速回到陆浩身边，依旧满脸笑容，然后差我的徒弟前来给陆浩安排住处。我只有一个亲传弟子慕容雪，穿越过来这5年，和我关系最好的就是他了。陆浩也正好想找个地方联系师门，这是确实得智慧一下。等苏乖乖再出现时，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这心机确实深。陆浩和苏乖乖离开后，大殿里终于安静了。不久，慕容雪回到我身边，我注意到我这位徒弟看我的眼神终于不再是皱着眉头的，过去他肯定也觉得我是个舔狗吧。慕容雪现在的表情确实变了，因为他终于明白我当初为什么那么做了。他很小就跟了我，知道我为人温和谦逊，一直不解我为何会为了师姑做出那么多出格的事。原来是因为我太过注重承诺和情谊。小雪吩咐下去，让全宗置办婚礼，广邀修仙界所有人。注意，特别说明苏乖乖要嫁的人是渡劫巅峰，不提这一点，来的客人恐怕不会多。慕容雪认真的拱手，徒儿遵命。我点了点头，示意他去办事。但很快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停了他。等等，我盯着慕容雪。变强之后，我发现自己能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了，就像之前看苏乖乖和陆浩能看到他们身上的紫色气体。此刻我凝视着慕容雪，也注意到了她体内有一团紫色气体。我飞落到她面前，温声道：“相信师尊，待会儿不要抵抗我的灵气。”随着我的手放在她腹部，她的脸颊顿时绯红，但很快就感受到一股暖流涌入体内。下一刻，她只觉得耳边响起一声幽谷钟鸣，紧接着她发现自己修为竟然暴涨了2个大境界，一举到达了化神期。这时慕容雪大惊失色，我收回手，微笑道：“我帮你觉醒了圣体。”是的，是圣体，冰红圣体。慕容雪脑海里凭空多出了一些传承记忆，瞬间就明白了。师尊，您知道我有圣体，还有圣体觉醒不是要很久吗？她简直不敢相信，我只是把手放了一下就结束了。我笑道：“别问了，下去办事吧。”慕容雪深吸一口气，再次行礼后离开。等徒弟走了，我嘴角翘起，仔细感受着体内恐怖的实力，厉害了。等我洗去这舔狗的耻辱名声，就天高任鸟飞了。以后不管我去哪，都得留得清白在人间。强者最在乎的就是名声，我已经想好了计划。等婚礼那天，当着全修仙界的面，我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就行了。就说当初年幼把对妹妹的亲情误认为了爱情，表白被拒后才醒悟，之后为了遵守师尊重托，才一直照顾她。只要我表现出嫁妹妹的喜悦，相信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了。舔狗这个帽子也该摘掉了。与此同时，青云宗内那群长老又聚到了一起。我的错，是我误会宗主了。想不到宗主是如此重情义的人。一个长老愧疚地捶着胸口。是啊，宗主是真男人。就在众人愧疚之时，大长老却皱眉沉声道：“大家不要妄下结论。”他接着说：“前宗主的为人我们都了解，我不认为他会说出这样的嘱托。”这话一出，众人想了想，确实，他们印象里的前宗主为了宗门付出了一切，怎么会临终时许下如此奇怪的承诺？大长老沉声道：“不久后就是婚礼，我有办法弄来一块问心石，到时候他陈长安要是再说出那些话，我就让他当众问心。”这话一出，全场寂静。诸位想想，要是我们不主动揭开这层面纱，往后被别人揭开，那我们宗门的脸往哪搁？大长老这话直接粉碎了所有人的犹豫。就这样，他们都同意了。另一边，陆浩联系了师门，他们师尊在凡间中心建了一个叫天尊阁的组织，凡间最顶尖的强者几乎都秘密加入。他师尊有6个徒弟，他是老5，苏乖乖是老6。很快，陆浩结束了传音，师门不反对婚事，但婚礼要推迟10天。等他师尊出关，陆浩立刻跑来找我：“长安哥，我又来了。”我听到声音，嘴角不由自主的翘起，站起来道：“是联系师门了吗？”陆浩点头，婚礼需要10天后举行，我师尊在闭关。我笑道：“没问题，只要能办就行。还有，长安哥，我有必要跟你说说我师尊。”陆浩一脸骄傲：“我师尊其实是神界之人，因为一场背叛遭受重创，才逃到凡间养伤。他现在组建的势力就是天尊阁。”我眉头一扬，有点被惊到。凡间最顶尖的强者都加入了天尊阁，我们成亲后就是一家人了。所以我不久前向师门请求，让长安哥你也加入天尊阁。我看着陆浩那纯真的笑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这小子真是个铁好人啊！当然，这黑锅是你自己揽过去的，也算是你的劫了。这样啊，那你师门同意了？我微笑道：“有一个条件。”陆浩说：“你要经过我们师门的考核，当然有我在，会放水的。”我正想答应，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触发任务，接受提议，系统奖励1颗成仙丹，服用者即使是凡人，也能很快拥有仙人实力。这还有奖励，这成仙丹正好可以给我徒弟吃。”行啊，何时考核？我果断笑道。陆浩笑道：“明日就可以，我四师姐会来，小小透露一下，我师姐修为已是仙人之境，长安哥你切不可招惹她不快。”四师姐，我微笑点头。此时，在宗门半山腰的住所里，苏乖
乖正和一个红裙女子聊天，我确实不亏，可是你不知道他那嘴脸，我爹肯定没嘱托他照顾我，他陈长安就是看我找到了比他还好的男人，所以生气了。苏乖乖越想越气，我觉得也是。红裙女子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我偷偷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告诉别人，特别是宗主。红裙女子把大长老他们要用问心石的事说了出来，这甚好。苏乖乖一听，眼睛都亮了，反正撒谎的是陈长安，他在婚礼上出糗，也是他自己的事，正好还能说明他招人喜欢。陆浩居然还想让陈长安加入天尊阁，更是让他不爽。等着吧，我说过你会后悔的。第二天清晨，苏乖乖就出宗门去迎接一个比她还漂亮的女人。那女人一袭紫色华丽长裙，气质高雅，身材完美，正是她的四师姐，一位真正的仙人。苏乖乖提前联系了四师姐，就是为了做些让我后悔莫及的事。陈长安，你想加入天尊阁是吧？我在四师姐面前数落你一番，看你还怎么进。苏乖乖把人领到自己住处，添油加醋的把我的舔狗事迹说了一遍，把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四师姐李雪雅静静的听着，等苏乖乖说完，李雪雅才开口，如此之人确实不配加入我们天尊阁。苏乖乖露出了得逞的笑容。不久后，陆浩也找到了李雪雅，三人一同前往宗主殿。长安哥在吗？陆浩欢快的声音传来。苏乖乖无语的看着他，这五师兄真是憨得可以。我闻声而出，面带微笑，看到李雪雅时，表情闪过一丝奇异，彬彬有礼的请他们进来。长安哥，这是我四师姐李雪雅，一位全能之人。陆浩开始滔滔不绝，李雪雅优雅的挥手打断他，看向我，加入天尊阁之人，无不是凡间令人敬佩之人，实力、天赋、人品、才学，阁下可有擅长之处？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审视和轻蔑。我自信的回答，我可以说我三者兼具吗？我早就知道，系统给我的强大是隐藏的，在外人看来，我依旧是渡劫一层。实力我有，人品我觉得自己不错，才学那更巧了，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大言不惭。李雪雅心里估计是这么想的，但她只是说，行，我们进行考核，实力天赋一目了然，人品和才学你展示出来看看便知。陆浩赶忙朝他挤眉弄眼，示意他放水，但李雪雅视而不见。苏乖乖则在心里窃喜，陈长安，你就等着后悔吧。实力和天赋，我觉得自己挺好啊，我可没必要藏着掖着，直接纠正他。李雪雅淡然站起，走到前方空地，看着我，你随意攻击我，若能让我看到出彩之处，我便承认自己眼力不精。我嘴角上扬，也来了兴致，我看阁下身上有一股剑气，应是剑修高手吧，倒是挺有眼力。李雪雅有些惊讶，那巧了，我也是剑修，你想看我实力，我便给你瞧瞧。我说话间，手中闪现出一把长剑，但我没站起来，依旧坐在宝座上，目光看向李雪雅。下一刻，一股强大的剑意骤然落在她身上，她愣住了，优雅荡然无存，眼珠子都瞪大了，死死地看着我。不可能，这是剑意攻击！李雪雅赶忙催动剑意抵抗，可不管她如何努力，都挡不住我的剑意压迫。就在这巨大的压力下，她突然有所感悟，剑意竟然突破了。我有些意外，但嘴角依旧上扬。你以为我只有剑意？轰！一股如同山崩海啸般的恐怖剑意朝她压去。剑心，李雪雅人傻了，整个凡间不是只有她师尊才能掌控剑心吗？恐怖的压力让她额头狂冒汗水，双腿开始发软，眼看就要跪下。就在她岌岌可危之际，我瞬间收回了剑心意志。呼呼！李雪雅大口喘息，目光震惊地盯着我。苏乖乖和陆浩则看得一脸懵逼，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看到李雪雅走出去，然后就脸颊通红，呼吸粗重，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干嘛呢。还需要继续吗？我玩味地开口。昨晚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自己何止是实力变强，见到实力更是一跃到了巅峰之境。刚才我用的还不是全力，怕直接把她震晕过去。不用了，先前是我有眼无珠了。李雪雅的声音里充满了敬畏，渡劫一层就领悟了剑心，这是何等恐怖的剑道天赋。这时她转头看向苏乖乖，眼神里满是苦涩。师妹，你坑我啊！师姐，这是怎么了？苏乖乖憋不住了，我立刻插嘴，既然如此，我有资格进你们天尊阁吗？李雪雅深吸一口气，对我拱了拱手，当然有，能招揽您进入天尊阁是我们的荣幸。此话一出，苏乖乖彻底懵了，不是，这还没打呢，怎么就荣幸了？师姐你放水也太明显了吧，这就进了。我说了，我人品和才学都有，不在测测，我更在乎的是人品，能够达到阁下这般境界，人品毋庸置疑。李雪雅很清楚，能入剑心者必是念头通达之人，根本没必要撒谎。看来是苏乖乖误会我了，如果阁下愿意展示才艺，我们洗耳恭听。李雪雅的语气带着一丝期待，我微笑道，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挑一样。李雪雅美眸一亮，好生自信，她最自豪的便是情艺，那阁下可否施展情艺？她的语气不自觉地变得谦卑。我笑道，好。苏乖乖和陆浩满头雾水，怎么感觉这两人有点不对劲？我坐在宝座上，一把古琴横于腿上，信手一弹，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曲子《沧海一声笑》的前奏响彻大殿。那一刻，空气猛地凝固，李雪雅三人同时瞪大了眼眸，这前奏从未听过，好生洒脱。就在她沉浸其中时，我开口唱了起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歌声大气深沉。那一刻，我在李雪雅眼中仿佛变成了来自无上世界的神尊，浑身散发着金光。她彻底沉浸其中。不知过了多久，我停了下来，曲声似乎还在大殿中回荡。阁下觉得我这琴艺如何？我看着李雪雅，打破了宁静。李雪雅神情木讷，突然她开口问了一句，阁下可有佳偶？此话一出，不仅苏乖乖和陆浩，连我都愣住了。佳偶，那不就是老婆？我直接被李雪雅这话给问懵了。她问我有没有老婆，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李雪雅问出那个稍带轻浮的问题后，自己也愣了一下，显然意识到不妥，但话已出口，她只能等我回答。我摇了摇头，我半生皆用在情谊与修炼之上。她笑了，看我的眼神有些火热。陆浩在旁边听得眼睛发亮，对我更加敬佩。虽然他不懂音乐，但我的琴声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豁达。再加上我仅凭一句嘱托就无私付出5年，情谊与性情，这才是男人典范。苏乖乖的脸色却开始扭曲，心里的不快像块石头堵着。为什么？他第一次听我弹琴，不得不承认这才艺确实绝，但再绝也不该让师姐问出那种问题啊！这是看上我了。之前我说舔他只是受他父亲所托，以后不再舔时，他确实有些不爽，但情绪不算大。他很确定我在撒谎，深知自己的未来是我够不着的。可现在他很难受。阁下还没回答我这情谊如何？我直接问道，语气里带着自信。李雪雅深吸一口气，神情严肃。我今年40，5岁学琴，10岁认识秦尊，整整学琴20年。若论情谊，我甘愿称您为师。苏乖乖和陆浩还算平静，但李雪雅接着说，而您和秦尊比，恐怕也是略高一筹。两人瞪大了眼，我微笑着点头。这世界的音律历史我了解过，别看是修仙界，人人长寿，音律造诣却比地球差远了。这里的人更在乎修为，强者无聊了才会研究音律，还只是个别人。不知阁下还有多少这种级别的曲子？李雪雅突然问。数不清，我淡淡回答。她再次呆立原地。你想学的话，我有空可以教你。我哈哈一笑，不用再舔苏乖乖了，是时候交点朋友。李雪雅喜出望外，连忙拱手，阁下有时间随时找我。那交换一下传音烙印，我提议。好。她脚步轻盈，飘然落在我面前，我们拿出传音宝物，互相烙印神识。苏乖乖在旁边看着，心脏抽搐，像被捅了一刀。师姐，你在干嘛？还有我，长安哥，我还没您的传音烙印呢。陆浩也笑着走上来，称呼我的时候已经带上了尊敬。苏乖乖看着师兄师姐在我面前笑容灿烂，只有自己站在下面想哭，反而我成了局外人。他难以置信，明明跟过来是要阻止我加入天尊阁，现在好了，我不但加入，还俘获了他师兄师姐的敬佩。他整个人陷入恍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跟着李雪雅和陆浩回到了居所。见我不在了，苏乖乖立刻盯死李雪雅。师姐，您怎么了？您说他实力强。李雪雅回忆着苏乖乖一开始说的话，轻轻开口，师妹，先前你错了，错得很离谱。陈长安这人是个大好人，天赋恐怖至极，我也甘拜下风，情意志高超，我只能仰视。他看着苏乖乖，感叹他的不懂事，这样的师兄若能好好请教，见到实力必定突飞猛进。他刚才只是被压迫了一下就有所提升了。苏乖乖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人家那样对他，极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他父亲的嘱托。苏乖乖使劲摇头，脸色发紧。师姐，你一定搞错了什么？他实力强不强，我不知道吗？我从小就认识他。李雪雅表情冷了下来，你可知他的剑道水平已是剑心境界？陆浩猛了，苏乖乖更是瞪大眼，剑心境界？师姐，你真搞错了啊！师姐，你别被他迷惑了，他这人很会说，很会诓骗他人。而且您不是说师尊是剑心境界吗？他凭什么和师尊比啊？苏乖乖情绪激动，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师姐被骗了，住嘴！你真是不可理喻！李雪雅罕见的生气了。她第一次见到苏乖乖时，还觉得是个不错的女生，现在重新了解，才发现如此执迷不悟。苏乖乖被呵斥吓到，陆浩赶忙打圆场：师姐冷静，乖乖师妹，你别气师姐了。她很震惊，师姐出了名性格好，优雅之礼，现在居然如此生气。苏乖乖低头，但仍坚定想法，就凭我能有剑心境界，她很肯定师姐被骗了。当然，她也惊讶我的情义了得，但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情义厉害有个屁用？她就是不爽师姐为了我来责骂她。你好好反思。李雪雅不想再说，看向陆浩，好好看着他，纠正他那错误的思想。陈长安是值得他尊敬的长辈，莫要再让他错下去。说完，他一挥衣袖，引入虚空消失。陆浩拱手作礼，送走师姐，然后看向苏乖乖，满脸无奈。苏乖乖眼眶红润，泪水打转。师兄，你相信我的话吗？那陈长安绝对没有剑心境界，也就情谊好而已。他真的骗了你们，只需要等几天，很快他就要暴露了。等成婚那天，长老们拿出问心石时，我的谎言一定会被揭开。陆浩无奈苦笑，心里很不认同，但也只能点头安慰。宗主殿中还是缺钱啊。我摸着下巴，思考怎么赚钱。拿到奖励的成仙丹后，我把慕容雪叫来，将丹药塞给他，但他带来一个坏消息，婚礼才布置到一半，宗门资源就用光了。哪怕我把不久前赚的所有财物都给了他，也还是不够。更麻烦的是，宗门财库耗光了，下一个月不知道怎么给弟子们发放资源。别说一个月，只是一天，宗门就要怨声载道。人性很现实，单纯改变长老和弟子们对我的印象还不够，我需要通过物质方式弥补他们，才能重新赢得敬仰。思索片刻，我眼眸一亮，想到个简单的赚钱办法。我实力强了，但不会去抢资源，无主资源短时间也找不到多少。而我在陆浩那里大赚了一笔，这个师门的五徒弟就有如此财产，其他辈分更大的人肯定更有钱。我嘴角上扬，拿出传音宝贝，向李雪雅传达信息：我这里有一首曲子想交给你，有空吗？短短2息，李雪雅便出现在宗主殿前。哈哈，雪雅姑娘，我刚创作一首歌曲，想交给你。看到她，我就像看到一叠钱在向我走来。我们上次说好了，以公子姑娘相称。她身着一袭华丽的青白长裙，步伐轻盈，犹如画中美仙子，甚好。她迫不及待。上次我弹奏时，她只是听了一遍，没努力记住，忽而便忘。这会儿学会1-2首同等级别的，也能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不过我话锋一转，苦笑起来，我终要为陆浩小兄弟和我乖乖师妹举行婚礼，我不想办得太寒碜，所以最高规格操办。但你也清楚，我们宗门并非最顶尖，钱财转眼就
就耗光了。李雪雅有些感慨，这真的把苏乖乖当成至亲啊，直接耗光一宗资源操办婚礼。陈兄，你的意思是？他问。我先给你弹奏，雪雅姑娘先看看这首如何，若觉得不错，你可以打赏点临时资源，如何？我不转弯抹角，就是奔着钱去的。李雪雅露出灿烂笑容，就喜欢陈兄如此洒脱，此事好说。我微笑点头，目的达成，直接拿出古琴赚钱。李雪雅轻盈而坐，目光中满是欣赏。琴声响起，只是前奏那一刻，她的神情就变成了呆滞。尽管中间我突然唱了2句歌词，她也没在我美妙的歌声中回神，一直到我结束，她才缓缓回神。整个大殿恢复平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李雪雅美眸睁大，喃喃自语，然后震惊地看着宝座上盘坐的我。此曲，雪雅姑娘该赏多少？我温润如玉的声音宛如一碗温茶，赏多少？我想把自己赏给你啊。她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第一次如此芳心荡漾，从小到大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只是见一个男人几面就感觉喜欢上了对方。我闻言皱眉，这么好的歌曲不给钱？我把所有钱财都给你吧。她反应过来，拿出储物戒指交给我，刚以为她要白嫖的我，这才反应过来，苦笑想着自己多虑了，不好吧，你自己留点，我也懂分寸，全拿了她后悔，或许要对我心生不满，拿一部分就行，那给你一半。她也觉得全给不好，但真要是按这首歌曲评判，她真的想全给出去。这首歌曲太好了，好到她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此时还未能完全走出来。那好，我不客气。接过储物戒指，看清里面的情况后，我眼眸大亮，李雪雅一半财产就已经是陆浩全部财产了，大赚。这是曲子，歌词也写在了上面，我早有准备，拿出一张写满音律和文字的纸张交给她，她小心翼翼接过，仔细看了一遍，拿出古琴开始练习，我也小小指导了她一遍。当她弹奏第2遍时，我惊讶发现她几乎完整弹奏了出来，还唱了起来，声音温柔秀美，很好听，厉害。陈兄，这歌曲你是刚创造出来的，不知是为谁创造的？她屏住呼吸问询，真的大才？我笑道，当然是为了雪雅姑娘，为了赚你的钱，所以选了偶像一首歌曲来教你。闻言，她脸颊瞬间出现2抹淡雅的绯红，居然是我。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见到我后觉得我是要等的人。陈兄，你越想越觉得脸颊红热，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心脏像挣脱缰绳的野马狂奔起来。我还有事先回去，陈兄，我会好好练习的。他实在受不了这种心情，在难以控制身体前，赶紧引入虚空消失。我表情有些古怪，掂了掂手上的储物戒指，笑道，应该够用了，不过有机会还是多赚一些。嘿，苏乖乖有5个师兄师姐，现在我从2人身上赚了一笔，后面还有3个，相信他们都会来参加婚礼，到时候想办法在他们身上赚点就够。我更加期待苏乖乖师门里的人到来，还有这个师尊，按照系统说的，我应该比屁强。嘿，可以叫他小老弟，如果真能处成哥俩，那我的乖乖师妹，你该叫我什么？脑海里诞生一抹恶趣味，越想越乐呵。青云宗的夜晚洒满宁静，时间推移，天边亮起一抹鱼肚白。半山腰处，雾气朦胧中，一位身形魁梧的年轻男修士坐在磨损的石凳上，面带天真笑容，正轻声对着停留在手指上的小鸟说话。陆浩刚修炼完，无事可做，施展银鸟术吸引小鸟。他家中养有众多动物，平日里除修炼外，常与他们聊天玩耍。他还问了鸟该怎么安慰苏乖乖。昨晚他一直陪在苏乖乖旁边，尽管他平静下来，但还皱着眉头。正当陆浩沉浸在与小鸟交流时，传音宝物突然震动，接听后，屁眼中闪过光彩，向不远处居所走去。师妹，3师兄刚才传音说一炷香后就来了，我们去迎接一下。这话让原本闷闷不乐的苏乖乖眼前一亮，3师兄的到来正是时候。4师姐不给力，那让3师兄试试。陆浩就很站在他这边，只是这木鱼脑袋太蠢，一下子被我说服了。他的3师兄不一样，据他了解，特别爱出风头，喜欢人前显圣，还很聪明，绝对不会再走陆浩和李雪雅的老路，不会轻易被我迷惑，并且为了我来责备他。走，苏乖乖精神瞬间恢复，提前往外飞。到宗门前，他想了一下，觉得应该飞得更远一些才行。自己这个师兄有些特殊，肯定一来就引得整个宗门惊动，到时候他就没有提前和3师兄说话的机会。等候期间，他们在远处看到天边出现金光，转瞬间，一个身穿如雪白衣的人影出现在眼前。他伫立云端，身姿挺拔如松，衣摆在风中飘动，宛若凡尘之外的仙人。手中玉骨折扇会有山川云海，细致入微，展现出精湛工艺。每当他轻轻摇动折扇，天地似乎都会随之微颤。3师兄，陆浩和苏乖乖同时行礼问候，你们怎么在此等候？齐天明疑惑问道。他已经想好了出场方式，自己一到青云宗前，使得天地异象丛生，以此表明自己来了。现在好了，还没到就被师妹师弟拦了下来。3师兄，有些话我想跟你聊聊。苏乖乖快速飞进，带着齐天明慢慢往青云宗方向飞去。等离青云宗还剩几里时，齐天明已经在苏乖乖口中得知了昨日发生的事情。剑心，他有些惊讶，要是别人说在凡间见到有其他人拥有剑心境界，且这人不是他的师尊，他会嗤之以鼻，但说这话的是4师妹就不一样了。是的师兄，4师姐一定被迷惑了。我跟陈长安生活了这么多年，哪能不知道他的水平？他情谊确实了得，那又如何？他这人绝对撒谎了。现在5师兄和4师姐都被他骗了。苏乖乖嘟起嘴巴，尝试撒娇。陆浩在旁边皱着眉头，师妹，你又说这话？齐天明看了眼陆浩，陆浩要是被骗，那真的正常不过。可是4师妹，师妹你是想让师兄做什么吗？他微笑询问。我想请求师兄拆穿用心歹毒的陈长安，他不是有剑心境界吗？就证明非没有。看着情绪有些不正常的苏乖乖，齐天明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3人很快抵达青云宗宗门前，齐天明
明开始更加有力的煽动折扇，引发天地颤动和各种异象，龙纵呈祥，极光遍布天空，青云宗沸腾起来。正在练琴的李雪雅看着天空变化，瞬间知道谁来了，自己那爱显摆的三师兄来了。他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天空之上。齐天明见到李雪雅后，并没有说话，而是飞进，用出了他们当初经常使用的小秘术——隔空传音。他们很小就加入师门，一起长大，亲如兄妹。师妹，那陈长安真有剑心境界？齐天明问道。他可不会轻易被苏乖乖蛊惑，相比于他更相信李雪雅。师弟师妹跟你说了。李雪雅淡然传音回去。齐天明表情恬淡自然。我偶然听说过这陈长安的情况，以前并没有理会，只当乐子。在师妹加入后，我就仔细了解过，渡劫一层修为，真能有剑心境界的剑道水平。相信我，我很确定。李雪雅没说太多，表情坚定。齐天明沉默片刻，传音笑道：“那我就得好好认识认识，别乱来。我是那种不知分寸的人吗？”他传音笑道。李雪雅没再说话。他三师兄从小聪慧过人，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喜欢人前显圣。陆浩和苏乖乖都不清楚两人在传音，见面后一句话不说，都有些疑惑。进入青云宗，几人直接往宗主殿方向飞去。宗主殿中，每睡了一觉的我被外面异象吵醒。到这世界后，我就没睡过多少安稳觉。一是修仙不用睡觉，二是睡不着，直到无敌了。且眼看着舔狗人设终于要摘除，心情舒畅得很。这几天我每天睡懒觉，看样子他们师门的人又来了一个。我嘴角翘起，乐呵的不行。一个闪身，我出现在外面的天空中，看到李雪雅四人朝我这边飞来。欢迎欢迎！我说着前2日的欢迎术语，目光已经在齐天明身上扫了几遍。这一看就很有钱啊！那折扇不简单，肯定价值连城。一身衣服也不便宜，使用特殊布料制作，其上还有流光闪耀，似乎是灵纹。灵纹师，灵纹师是修仙界最令人尊敬的职业，比炼丹师还牛逼。炼丹师炼制一枚丹药都需要很长时间，而灵符师制作灵符时间可以十分短暂。一张最低级灵符相当于1叠钱，一张高级灵符相当于1座金山。这是来了个大财主啊！我双眼闪烁着兴奋光芒。陈宗主，闻名已久。哈哈大笑声中，齐天明迅速掠过天际，来到我面前，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我才是阁下久仰大名，只是没想到真人比传闻中还要俊美，还要气质不凡啊！我的热情更胜一筹，几乎想要上前与他来个热烈拥抱。齐天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对自己的外貌极为自信，甚至带有些许自恋。陈宗主也不差，哈哈，还叫什么陈宗主？我把乖乖当亲人，阁下是乖乖师兄，你叫我陈兄就行。甚好，陈兄。两人似乎一见如故，开始互相奉承。苏乖乖看着这画面，几乎感到眩晕，这完全不是他预期的情况。四师姐起初还保持些许冷漠，三师兄却一见面就这般亲近了。请进，我们坐着慢慢聊。对了，齐兄，我想问问你是否是灵符师？我得知他名字后，便亲切称呼他为齐兄，同时不忘确认猜想。正是，他笑着回答。我就说嘛，齐兄身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独特气质，我就猜是灵符师无疑。我开心了。李雪雅暗暗摇头，他三师兄每次如此热情，可都没安好心。几人进入殿内，纷纷落座。齐天明没等我开口便说：“听说陈兄的剑道实力已达剑心境界，能否让我开开眼界？”听到这话，苏乖乖眼神一亮，满脸感激地看着他，没忘记他的嘱托。哼，陈长安，我倒是看看你还能不能继续装了。还剑心境界，你怎么不说自己已经接触到剑道，达到剑道巅峰了啊？我回应道：“谁说我是剑心境界的？”此话一出，李雪雅和陆浩都愣了一下，苏乖乖则是眉头一扬，神情快速变得嚣张起来。我就说没有，现在你们信了吧？哦，我四师妹跟我说，你和我们师尊一样，拥有剑心境界。齐天明也有些意外，四师妹居然看错了，或者骗他们。然而下一刻我笑道：“其实我已经领悟大道，达到了剑道境界了。”大殿原本还有些许声响，我声音刚过，下一刻整个大殿变得落针可闻。李雪雅连续眨了几次眼睛，怀疑自己听错了。齐天明愣了片刻后笑了起来，想不到陈兄挺幽默风趣啊，他像是看到了对手，第一次遇到比他还装的人。苏乖乖冷笑道：“我就说嘛，你怎么就剑心境界了呢？感情不是剑心境界，而是领悟了大道，达到剑道境界了。”阴阳怪气的声音在大殿中荡漾不休。我瞅了眼这个师妹，暗暗摇头。我说实话，你不信，我有啥办法？我也没有隐瞒的必要，准备显露一手。但就在这时，李雪雅的沉声呵斥声打断了我：“师妹，我的话你不当做一回事是吧？”苏乖乖身子一抖，看向李雪雅，满脸委屈。她都承认自己撒谎了，你为什么还要斥责我？陆浩这时也拉了拉苏乖乖，小声道：“师妹，师兄师姐说话别插嘴，心中不满，你们才是我的师兄师姐，为什么非要偏袒他陈长安？各位，给我一个面子，见到仪式就别再说了。我们此行前来是为了参加婚礼，更应该是互相联络感情。”李雪雅看了我一眼，心中对我有了些许改观。她很确定我拥有剑心境界，可我为何这时候要这么轻佻的装模作样说自己悟到了剑道境界？他们师尊都说此生难以触及。我看了眼李雪雅，心里想着事情，随后点头道：“雪雅小姐说的对。”齐天明也给李雪雅面子，笑道：“今日不谈修炼的事情，陈兄，婚礼准备的如何了？我徒儿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定然是凡间最盛大的一场婚礼。”李雪雅微笑道：“陈兄把整个宗门的资源都用在了婚礼准备中。”说到这里，他看向苏乖乖：“师妹，你身在福中，不知福3个字他没有说出来，但已经很明显。要是我会因为苏乖乖嫁给陆浩而感到不甘心，哪还能如此亲力准备婚礼？”苏乖乖那套说辞就很无逻辑。苏乖乖这时也皱紧了眉头，知道我没有剑心境界后，他心里挺开心的。现在听到这话又有些想反驳。
火，他就是为了面子才这样做的，只是话语还是因为怕李雪雅在骂他而停留在了喉咙里。对了，先前听师妹说陈兄情谊十分了得。齐天明突然笑道。我微笑点头，然后反问齐兄对情谊也有了解？齐天明却摇了摇头，不，我只是有所了解而已，我更擅长棋艺，我以为还能靠弹琴赚钱呢。至于下棋，老实说这围棋我是会一点，但也就是一点。陈兄可听闻过象棋？我神情一变，象棋听闻过，研究过一段时间。我表情古怪，修仙界有围棋，但并没有象棋的诞生。现在之所以有象棋流传，还得从3年前说起。3年前苏乖乖要和小姐妹去城里购物，我被要求跟着，他们一逛就是1个月。无聊的我跟一个小伙子认识，并教他象棋，2个人又玩了半个月。是的，现在修仙界之所以有象棋的存在，就是我带来的。而上辈子我在高中的时候加入过象棋社，目的是自己喜欢的妹子就在社内，为了泡妞，可把各大棋谱给记了下来，还努力钻研了不少时间。齐天明笑眯眯道：“鄙人不才，象棋刚出时就开始研究，当下可以说是未遇敌手，更是研究出了别人研究不到的东西。”听到这话，我嘴角不由得上扬，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要不齐兄指点我。我露出了标志性的假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要坑人了。齐天明温和笑道：“甚好，他这段时间都在研究象棋，这不刚闭关出来，准备去找个对手人前显胜吗？”就这样，2人一拍即合。齐天明先把棋盘掏出来，像是早就等着在这儿秀一手，连棋子都摆好了。我看他那架势，脸上掠过一抹戏谑，这是敢输。第一局我得稳着点，先不碰赌注，先放点水。陈兄先来。齐天明明显迫不及待，抬手一起，我点头，随手推了个卒子。齐天明当场乐了，眼神里写着稳了，第一步就动卒，在他眼里就是新手露怯。他一边笑一边落子，看我。就这样，我们你来我往地下了起来。到了中盘，我这边的棋子被他一点点吃掉，很快只剩最后一个炮和车。陈兄，你还是欠缺点火候啊。齐天明挑了挑眉，笑得得意。苏乖乖虽然没研究过这种新出的象棋，但也看得出来我棋子越来越少。他听齐天明这么一说，眼睛都亮了，像是终于出了口气。看我吃瘪，他心情反而好。结合他刚刚认定我没有剑心境界那时，他像是把这几天憋的气消了大半，舒畅了。陆浩也看不懂，挠着头干着急。李雪雅倒是学过象棋，大概规则他懂。他看到棋盘上我只剩那几个字，基本就认定我输定了。他太清楚齐天明在棋艺上的名声。凡间那位被称为棋尊的人都承认齐天明天赋吓人，我却装作摸着下巴，慢悠悠来一句：“还没输，我瞅瞅还有没有机会。”其实前面那些被吃都是我故意送的，现在轮到我收网。咦，等等，我要是来上这么一步，阁下该怎么应对？我装出一副突然想通的样子，把炮挪到棋盘最底部，将你将不了。齐天明立刻下子挡住，还很自信。下一刻我车一动，声音更干脆，将。齐天明脸色一变，明显意识到不对了，开始急着防。吃，继续将，他又拿子去挡。吃，我车继续推进，一吃一将，节奏拉满。不到3息，齐天明突然发现他没子能挡了，我再把车轻轻一挪，将死，哈哈，侥幸侥幸。我摆出一副我也没想到的表情，朝他拱了拱手。齐天明嘴角抽了抽，硬撑着认真道：“刚才大意了。”苏乖乖听得嘴角也抽动，明明要赢了，怎么眨眼就输了？陆浩和李雪雅也愣住，这转折太突然。陈兄，再来，刚才我失误了。齐天明从没输过，这会儿难受的要命。我笑了笑，还来吗？不来了吧？不行，继续。我看他已经上头，知道该把正事抛出来了。齐兄，干完没意思，要不来点彩头？李雪雅神情顿时古怪，你说什么彩头？齐天明深吸一口气，显然还觉得我刚才只是撞上了他的破绽，不可能真比他强。这样每一局赌点东西。齐兄，你是高级灵符师吧？拿点灵符来赌。我挂上那种招牌式的假笑，这个好说。齐天明直接从怀里抽出一叠泛着灵光的灵符，啪的拍在桌上。你想赌多少？我盯着那叠高级灵符，眼睛都快亮了。先来10张，好，摆棋开始。我立刻把棋盘摆好，第2局继续。这回我还是放水，但只放到略微劣势那种程度，让他觉得自己能赢。一炷香后，局中齐天明沉默坐着，死死盯着棋盘上的死局，眉头越皱越紧。我懂了，再来，可以啊，这次赌20张灵符。好，第3局更快，10几息，他棋子还没怎么少，局面却直接死了。齐天明震惊地看着棋盘，满脸不敢信。我看着他从淡定到骇然，心里直乐。小伙子开始慌了吧？这不对啊！齐天明彻底被打懵，连自己都开始怀疑了。我把话补上去，语气还挺温和。齐兄，还来吗？还有没有灵符了？齐天明像被我声音拽回现实一样，赶紧翻储物戒指，找了一圈，愣是找不到高阶灵符了，没了。我微笑，修炼资源也行，只要值钱就行。齐天明看着我，脸皮直抽。他这会儿终于醒了。我一开始就是在吊他，一路示弱把他引进坑里。更离谱的是，我对象棋的研究比他高深得多，他甚至怀疑我前面故意放的更多。他憋了半天，最后只能认。陈兄，我今天算是输得彻底了。苏乖乖站旁边，脸直接垮了，整个人都麻了。我越高光，他越不舒服。我见齐天明真醒悟了，就顺势给个台阶。没有，齐兄已经很厉害了，只是我有高人传授，赢得不算光彩。高人，齐尊？不对，不可能是齐尊。齐天明认真起来，我没正面接，只换了个话题。我这里还有个好玩的游戏，齐兄要不要玩玩？齐天明当场警惕，你小子还想坑我？我不等他回，直接摆出一个残局。齐兄，这叫残局，有且只有一种赢棋的步伐，你试试。齐天明盯着棋盘，越算越皱眉，这明显像死局，这能赢？他质疑，我给你演示一下。不过我故意顿住。齐天明眯眼，你不会又要跟我说要我给你钱吧？真聪明。我黑笑，1万灵石如何？他想了想，还是被好奇心拉住了。给你，灵石到手，我立刻演示。
一步步走完，硬生生逆转，最后成局。齐天明看呆了，还真可以，陈兄，可还有这种类型的残局？他眼睛都亮了。我记了无数种，我语气玩味，我都能给你摆出来，也能给你答案。但一种1万0时，齐天明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奸商，可他还是动心了。这种玩法明显能训练人在逆境里翻盘。他甚至怀疑我第一局就是故意引导局面走到残局点，然后一口气收掉。他咬牙，行，你有多少？我笑得更明显，200种，200万0时。齐天明皱眉想了好一会儿，最终点头。我只带了50万0时，剩下的未来几天我制作灵符抵账，如何？我当场拍板，可以，事情敲定。我开始给他绘制残局棋谱，没什么好聊的，各忙各的。李雪雅带齐天明回了住处，齐天明一路吐槽，陈兄还真是掉进钱眼里了。我来时还算富有，现在一无所有了。他吐槽归吐槽，情绪倒没崩。输给我这事，他也看开了。我强的太多，他打算把我给的棋谱背熟研究透，以后在外面也能风光，尤其是在齐尊那里。上次他和齐尊不分秋色，下次下象棋，他觉得自己能压过去。李雪雅摇头纠正，师兄你误会，不是陈兄贪财，是他为了师妹的婚礼耗光了钱财。我还在他那里学了一首歌曲，给了他大半财产。今日黑想方设法赚钱，因是还不够。齐天明一愣，随即看向苏乖乖。苏乖乖离开宗主殿时就郁郁寡欢，尤其看到我大赚特赚后，情绪更差。他心里不服，为什么我说不再舔他后，反而这么会赚钱？他甚至觉得那些本该是他的。齐天明用古怪目光一盯，苏乖乖更憋火，却还得压着嗓子说：“师姐，你别听他乱说，一场婚礼能花费多少？您说他耗尽整个宗门资源布置婚礼，那他既得了你1半财产，又为何还执着赚3师兄0时？”齐天明觉得有道理，也跟着点头。李雪雅吸气压火，脸色很难看：“师妹，你怎么就不相信他是一个值得你尊敬的长辈呢？”苏乖乖习惯性低头。齐天明却忽然想到什么，嘴角一翘，顺口调侃：“四师妹，你是不是喜欢上陈兄了？”一句话，屋里瞬间安静。李雪雅当场懵住，脸颊通红。齐天明笑出声：“不得了，不得了啊！我家师妹终于找到喜欢的人了。”李雪雅抬手就拍了齐天明一下：“关你什么事？你看你还害羞，既然喜欢就争取啊！你们2对一起办婚礼，亲上加亲，如何？”齐天明继续开玩笑：“不行！”苏乖乖突然一嗓子把3人都喊愣了。陆浩赶紧拉他衣袖。齐天明皱眉：“六师妹怎么就不行了？”李雪雅盯着苏乖乖，等他给个说法。苏乖乖被提醒才回过神，硬挤出一句：“他配不上师姐。”李雪雅反问：“怎么就配不上？”陈兄琴棋双翼绝顶，更是剑心境界，我觉得挺般配。齐天明听得心里一紧，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苏乖乖咬牙抬头：“师姐你还没明白，他没有达到剑心境界，你怎么就不信我？”李雪雅气得牙痒痒，他是剑修，到了剑意境界，对方有没有剑心，他的话才是权威。苏乖乖越说越激动，他刚才已经不打自招，还说自己领悟剑道，你为什么还拿这事说我？他眼睛红了，死死看着李雪雅。李雪雅也上火了，冷哼一声，剑意外放，瞬间压住苏乖乖。苏乖乖脸色一下煞白，整个人发软，呼吸都困难。陆浩急得不行，只能跑到齐天明身旁：“三师兄。”齐天明摇头，扇子一挥，一道屏障隔在2人之间。苏乖乖这才松了些，但仍旧委屈的直掉眼泪，硬是不认错。齐天明看了眼李雪雅，小声劝：“师妹别闹。”可李雪雅瞪他立刻转向苏乖乖，语气压沉：“六师妹，给你师姐道歉。”苏乖乖只哭不说。李雪雅仍不解气：“我只是用剑意压迫你，可知当日我为何那般狼狈？我是被陈兄的剑心压迫。”苏乖乖还是不回，抽泣着。齐天明左右为难，干脆把矛盾拎成一个点：“现在的问题是不是陈兄有没有剑心境界？”苏乖乖咬牙哭：“是。”李雪雅转身抱胸不说话。齐天明淡然道：“那就没问题了。我接到2师兄消息，明天他会来，他好战，知道陈兄有剑心境界，肯定要切磋，到时一切就清楚了。”苏乖乖含着泪，眼神却暗了暗，甚好。他又看了眼李雪雅，心里憋着劲，到时候证明我没有剑心，我要你道歉。李雪雅没回话，只是更坚定：“那就让他们试。”他很确定我就是剑心境界，那种压迫感跟他师尊太像，而师尊的剑心境界已到巅峰。齐天明见2边都默认，便拍板：“那就这么定了，别吵了，我去通知2师兄，我还得制作灵符，忙去了。”他挥手离开，李雪雅也走了，不想继续和苏乖乖顶着。苏乖乖留在原地委屈抽泣，陆浩哄了好几次才让他停下来。宗主殿里，我把齐天明要的棋谱迅速绘制完，走到门外看斜阳，山巅视野开阔，天边云被夕阳染得橘红，确实好看。但我只看了一会儿，就抬眼盯住头顶那层单薄蓝光、倒扣碗状的护山阵。这阵法太普通了，婚礼一开，全修炼界的人都可能来。看到这种档次的护山阵，心里肯定要掂量几句。我低声自语：资源赚的差不多了，就是宗门配置有点跟不上。正想着，一道人影从前方虚空走出。齐天明笑着：“陈兄，你这是出来欢迎我吗？”我看向他，研究护山阵法中，齐兄灵符制作好了。好了，他把一叠灵符递来，你看看够不够？我接过也不数，直接把棋谱给他。齐天明一翻，呼吸都重了，几乎每个残局在他眼里都是死局，但照着我写的走法，却都能反败为胜。他把棋谱收好，问：“陈兄是阵法师？”我摇头，把想法讲明。我想换个护山阵法，凡间顶尖的护山阵法大概多少灵石？齐天明笑：100万灵石左右。陈兄在我这赚的就够直接买了。我皱眉：这么贵？齐天明扇子一摇，像是忽然想到什么：如果陈兄想要，我有个经济实惠的建议。哦，齐兄请说。我认识一位阵法师林涛，若他来布阵，大概50万灵石。我眼睛一亮，这甚好。
他在哪？婚礼前能不玩吗？他应该在大陆东边研究一个阵法。我给他传音，明日能到，不顶尖护山阵，2天够吧？齐天明笑，我顺口追问，东边研究什么阵法？齐天明道，我们天尊阁挖掘出一个上古护山阵法，等级恐怕是仙级巅峰。我师尊尝试收阵未果，等他闭关出来应该能成。我表情一下怪异起来，上古仙级巅峰，这哪是上古？这是我们青云宗的，而且无主阵法，收了不算强。我继续问得更快，东部哪个地方？附近有没有遗迹？古君王国附近没发现遗迹，就阵法。我师尊说可能是某位下凡强者丢的。齐天明没隐瞒，他又问，那我现在通知林涛过来？我却摆手，先不用，我考虑考虑。齐兄没事就去研究棋谱吧，我还有事忙。齐天明一脸迷糊，踏入虚空走了。我送走他，嘴角都压不住。仙级巅峰阵法，我现在修为在神界都是最强，收个阵法应该不难，不多想，直接去试。我调动修为，身前虚空荡开，我一步踏入，再一步走出，已经到了大陆东部上1公里的距离，在我这里就是念头一转，我找人打听虎君王国，确认方位后进了领域，闭眼感知那阵法的契机，很快锁定。我再次步入虚空，出现在一座山谷上空，下方一个紫色倒扣碗状的阵法罩住整片山脉，阵法前围着不少穿黄袍的阵法师，正盯着阵文研究。我隐在虚空，本以为无人能察觉，却发现下面一个年轻阵法师抬头朝我这边看，我知道遮不住了，直接闪到他面前。你是？那年轻人皱眉问，他相貌普通，气息却不一般，仙级修为。我微笑，也是天尊阁的，你怎么发现我的？我布了感应阵，阁下隐藏能力很强。他语气谨慎。林涛问，阁下来此做什么？也是阵法师。我道，来收了此阵法。林涛怔了下，随即笑，阁下挺会开玩笑，想收阵得先让阵关掉，攻击破阵需要仙级巅峰，找缺口进阵眼。我研究了快1个月也没做到。我点头，直接用武力攻击，可行，可行，但得仙级巅峰实力。林涛答，我回他一句，那挺简单。林涛还没反应过来，我人已在阵法上空，下方一群阵法师齐刷刷抬头，我抬手，掌心对准阵法，下一瞬，我五指一抓，天空凝出巨大手印，光芒耀眼，压迫感像潮水落下，紫色护山阵开始颤抖，符文疯狂旋转抵抗，但没用，手印缓缓按下，阵法出现裂痕，裂痕迅速扩散，最后阵法崩溃成点点光芒散去，过程很短，像鸡蛋壳被轻轻敲开。我神情平静，对我而言，这阵法确实不算什么。阵破之后，一枚闪光的阵法罗盘浮现，我抬手一招，罗盘落入掌心，像一朵紫色莲花，旋转发光。我嘀咕，还挺好看。我试着往里输入灵气，却发现不会启动。于是我回到林涛面前，问你个问题，这阵法怎么开启？林涛被我吓得发抖，立刻行礼，晚辈见过前辈。他声音都不利索，这绝不是什么渡劫一层。我重复，阵法怎么开？林涛急忙道，前辈破坏了阵法，需要重组才能开启，晚辈可以帮前辈。多久？阵言很复杂，我有信心半月内研究透彻。重启阵法，我皱眉，半个月太久，婚礼只剩8天，8天内能行吗？林涛咬牙，我可以试试，但不敢保证。我点头，行，你跟我去个地方，未来8天就交给你。林涛立刻应下，我带他步入虚空，一个念头，直接回到青云宗，再一个闪身，把他带到宗门中心一处居所。未来8天你就在这里研究，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和他交换传音印记，还拍了拍他肩膀。林涛连连点头，脑子里却还在回放刚才的一切。他在虚空中看到的东西，和他过去理解的完全不一样，仿佛一里被压成1寸。等我离开，林涛才缓过劲，看向漂浮在面前的紫色莲花阵眼，他深吸一口气，被抓紧了。8天之内必须把阵法重启。青云宗某处居所里，齐天明接到天尊阁的消息，脸色一变，什么？那个阵法被破，仙级巅峰的存在出现在凡间，林涛也被带走了。齐天明立刻给林涛传音，却毫无回应，他嘴角抽动，不会被带去仙界了吧？他皱紧眉头。不久前他还跟我提林涛，这也太巧了。天尊阁那边让他们别轻举妄动，等师尊出关，在场阵法师都没事，也能描述那强者外貌。明日二师兄会把画像带来。齐天明低声念着，林涛啊林涛，你一定要回来。翌日清晨，天色刚泛白，第一缕阳光落在青云宗山门的石阶上，金灿灿的，连那上古铜色大门和神兽雕纹都像被点亮了一样。山峰藏在薄雾里，云一层层卷着，时聚时散。山门前的虚空上，齐天明几人早就到，安静等着。二师兄今天早上会到，他提前传了信，让他们来接。李雪雅、陆浩、苏乖乖3人早听说天尊阁那件事，一个个都憋着劲儿，想看看所谓强者画像到底长什么样。尤其苏乖乖更期待，二师兄一到，他就能证明自己没错。在他心里，我不过是个天赋比他还低的人，怎么可能配得上他？更别提配李雪雅。大概过了1炷香，天边突然亮起一道金光，和齐天明到来时那种张扬不一样。这金光低调的像个点，越飞越近，才看清，竟是一颗光滑的头颅，在晨光里像金色宝珠一样发亮。来人落到近前，正是他们二师兄武动。他一身战袍简洁利落，深黑深灰的色调把身形藏得很深，但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最扎眼的是他背后那把金色长枪，古朴又凌厉，阳光一照，像带着王者气。见过二师兄，齐天明几人齐齐拱手。武动抬头扫了一圈，没看到我要找的人，直接开门见山，少来这些虚的。你们说的那陈长安呢？我要跟他切磋。齐天明凑上去，手一搭武动肩膀，笑得熟络。我们没通知陈兄，二师兄，画像先给我们瞅瞅。武动从储物戒里抽出一卷纸递过去，李雪雅几人立刻围上来，武动却摆摆手，没啥好看的，看不出长
长什么样？齐天明皱眉展开，发现竟然有5张，前3张只是白衣轮廓，后2张细一点，一张背影画了腰带细节，最后1张是侧脸。齐天明盯着那侧脸，忽然不动了。李雪雅先给他传音，声音发紧：“三师兄，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侧脸像陈兄？”齐天明回得更怪，像的离谱。我还记得他就爱戴这种腰带。苏乖乖看到最后那张也僵住了，他跟我生活那么久，怎么可能认不出来？那侧脸就是像我，但他立刻摇头，低声硬撑，也就这张像点，纯巧合。他还能是仙级巅峰？那是仙界顶层啊，不可能。齐天明和李雪雅对视一眼，也只能认同，说那强者是我，确实太夸张，我明面上不过渡劫1层。齐天明转头问武动：“二师兄，那些阵法师有没有说过，那强者修为有没有奇怪之处？比如只看出渡劫1层？”武动愣了下，随即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齐天明。没人这么说，用脑子想想也不可能。齐天明哦了一声，心里却还是犯嘀咕：昨天我刚跟陈兄聊过仙级护山阵法，还聊了林涛，而且他昨天那腰带确实对得上。武动不耐烦打断：“别想这些了，师尊让我们别轻举妄动，也别去找那人，我们就等师尊出关。现在赶紧把那个有剑心境界的陈长安叫来，或者带我去见他。”苏乖乖立刻抢着应声：“二师兄，请跟我来。”武动看他一眼，笑了：“还是6师妹好，走。”苏乖乖带着武动往宗主殿飞去，陆浩跟上，原地只剩齐天明和李雪雅。齐天明叹了口气：“走吧。”李雪雅点头。很快，他们到了宗主殿前。殿内，我原本正专注研究东西，察觉外面来人，便把手里的长刀收回戒指。几人刚到，我便从虚空中一步踏出，站到他们面前。“欢迎欢迎！”我笑着开口，不用猜也知道是李雪雅的师兄到。我又忍不住多看了武动2眼，年纪不大，头发却一点没有。说实话，我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头发越少，实力越强。果然，我一看就看清 Kate 修为比李雪雅几人强太多。更关键的是，他背后那把金色长枪明显已经有灵性，他身上那股枪的意志也已经攀到巅峰，枪一巅峰，离枪心只差一步。齐天明介绍：“陈兄，这位是我们二师兄。”我走到武动面前，照着当初对齐天明那套，直接握手：“久仰久仰。”武动没客套，目光上下打量我，眉头越皱越紧。渡劫1层，他之前听师弟师妹说这里宗主是剑心境界强者，可没说是渡劫1层。再联想到齐天明问的渡劫1层，武动心里也瞬间对上了。你们怀疑的不会就是这位吧？更要命的是，那侧脸还真像。武动沉默片刻，还是把话拉回正题：“我跟师弟一样叫你陈兄，我这人直，喜欢跟天赋强的人切磋，不知陈兄是否是剑心境界？”我点头，算是。武动眼神一下亮了：“那就好，陈兄可否切磋？我可以把修为压到渡劫1层。”我表情有点古怪：“你能压？我不太能啊，我现在还在练控制，真要一不小心没收住，麻烦就大了。”我想了想，干脆拒绝：“不了吧？”武动眉头瞬间沉下，苏乖乖当场就得意了，眼神像刀子一样飘向李雪雅，仿佛在说：“看到了没？”她根本不敢接。李雪雅忍着没看他，脸色冷得厉害。她现在只觉得苏乖乖这师妹太欠管教。武动仍不死心，就切磋一下也不行。齐天明赶紧上前打圆场，手搭我肩膀：“师兄，我师兄就这样，5吃1个。陈兄，你看怎么才能跟他切磋一下？”我沉吟2秒，抬眼：“有好处吗？”齐天明嘴角一抽：“你想要什么？我也不绕弯子，给好东西，我就陪你玩。”武动听懵了，切磋还要给东西？齐天明硬着头皮问武动：“师兄，你有没什么贵重点的？”武动想了想：“一条仙级灵脉，但这是师尊让我建宗门用的。”我一听仙级灵脉，眼睛直接亮了，这东西配上仙级巅峰护山阵法，宗门档次一下就上去。我清了清嗓子，笑得很职业：“呵，那这样，你给我仙级灵脉，我陪你切磋，如何？”现场沉默，这灵脉价值不是小数目。武动却毫不犹豫：“行，但你得跟我打3天3夜。”我心里一乐，3天3夜算什么？5天5夜都行。我抬手一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齐天明急了：“二师兄，你不怕师尊责骂？”苏乖乖也跳出来，冲我发难：“陈长安，你这什么态度？来者是客，这位还是我的二师兄，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切磋一下吗？”李雪雅眼神一冷，盯住苏乖乖，像是在压我：“你也配谈面子？”我瞥了苏乖乖一眼，直接当他不存在。武动抬手制止齐天明：“师弟别说，我答应了就会履行。”他把一个精美盒子递过来：“陈兄，给你。”我接过来打开，里面躺着一条着白色的龙形白玉，像睡着一样。我甚至看到他眼睛似乎眨了一下。仙级灵脉原来是活的。武动迫不及待：“可以开始了吗？要不要准备？”我收起盒子，点头：“不用准备，换个安静地方。”武动一听，直接拉着我踏入虚空，跨空远去。齐天明几人急忙追，但他们根本追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消失。齐天明拿传音宝贝联系武动，半天没回应。苏乖乖急得不行：“三师兄找不到二师兄吗？”齐天明只能摇头：“没办法，二师兄一认真就什么都忘了，只能等他们回来。”苏乖乖这才稍微安心，又死死盯着李雪雅，像在逼他：“这次你得看清楚。”与此同时，我已经被武动带到千里外荒山野岭，四周人迹罕见，山峰陡峭，我们悬在半空。武动问：“这里如何？”我点头：“就这吧。”武动立刻道：“我将修为压制在渡劫1层。”话音刚落，他气息瞬间跌到渡劫1层。我心里叹气：行吧，那我更得收着点。金色长枪自动跃起，落到他手里，他随手一握，稳得像握住天。我朝他勾勾手：“来，攻过来。”武动也不客气，看招！枪芒一动，破空声炸响，枪一压过来，凌厉的像要把空间都撕开。我站着没动，只是身子一震，剑心一直外放。刹那间，周围安静了，他的攻势像被风吹散一样，直接消失。武动愣住，随即眼睛更亮，真是剑心还是巅峰？他深吸一口气，认真提醒：“陈兄，小心，我要全力了。”我点头，也象征性拿出一把剑。武动枪意再起，比刚才更凶更凝实，像无形风暴绕身盘旋。他低喝：“诸天！”漫天枪影铺开，密密麻麻压住天空，随后所有枪影朝一点汇聚，像一条巨龙冲来，空间都在震。我
我看着这一幕反而有点惊喜，这招有意思。我笑了笑，抬手一挥，没有夸张气势，像春风吹过，枪影瞬间化为乌有。我一步闪到武动面前，抬手一探，他那把有灵智的金色长枪直接脱手落入我掌中。我掂了掂，还挺沉。武动脸色变了，第一次被人夺枪，长枪疯狂震动嗡鸣，想挣脱，但我五指一紧，他立刻安静。我看向武动，你刚那招很强，但有点小缺陷，看在你给的灵脉，我给你演示一遍。说完，我转身对着另一处虚空细视一遍，这不是剑心，是枪心。武动当场僵住，我低喝：诸天！枪心一动，虚空凝出巨大金色人影，持枪刺出，枪影铺天盖地，天地轰鸣，世界像被金色淹没。我盯着那一击，临时改口收，漫天枪影瞬间消散，像从没出现过。我转身平静问他：学到什么了吗？武动整张脸都绷不住了，震撼的说不出话。他终于吞咽几下，点头，学会了。我笑了，后面还有必要继续切磋吗？武动立刻拱手，语速飞快，不了，我有感悟，要闭关，感谢陈兄，没有你我不会有此感悟。我点头，回去吧，我宗门安静地方多，我给你找个地方闭关。不久后，我们回到青云宗，我给武动安排好闭关处，就转头去研究仙级灵脉。武动离开前一再拱手道谢，齐天明等人看得发愣，尤其苏乖乖，整个人都不对劲，那种不祥预感写在脸上。安静居所里，齐天明终于问：二师兄，陈兄是否真的有剑心境界？苏乖乖眼睛瞪圆，此等答案。武动强压着状态，快速说道：我没时间细说，我马上闭关，可能要不少天。至于你们问的，你们把陈兄想得太弱，他不止剑心境界，他还有枪心境界。话没说完，他像突然意识到什么，脸色一变，我不能继续说了，出去，我要闭关，别打扰我突破枪心。他直接把齐天明几人推出门外，关门盘坐，屋内枪意暴涨，压的空间都像被封住，外人根本进不去。门外几人面面相觑，只能赶紧离开。他们没散开，而是换了个居所坐下。苏乖乖第一句话就顶了出来：二师兄说陈长安又剑心又枪心，我不信。他越想越觉得荒唐，同时掌握剑心和枪心，他根本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李雪雅皱着眉，一直没开口。他信我有剑心境界，可要说我还同时掌握枪心境界，他明显不太信。但有一点，他很确定，我确实有剑心境界。苏乖乖见李雪雅不反驳，语气更沉了些。这陈长安一定是用了什么办法迷惑了二师兄，我算是看清他了。他这人迷惑人的手段很是恐怖，我觉得师兄师姐你们都被他迷惑。等等，齐天明皱紧眉头，目光在李雪雅几人脸上扫了一圈，声音发虚却咬得很紧。如果那个收走仙级巅峰护山阵法的强者就是我陈兄的话，那我陈兄拥有剑心和枪心境界，是不是就合理了？他这话说的不算有底气，可他二师兄回来后的反应，确实像是在把所有人往这个猜测上推。而且明明只是出去切磋一场，二师兄居然就要突破到枪心境界。师尊早就说过，二师兄想凝聚枪心，没天大的机缘不行，只有入世才有可能。可要是指点二师兄的人，正是那个连师尊都比不过的强者，那不就是天大的机缘？苏乖乖听完，眼神一下子暗了，语气斩钉截铁：不可能，他陈长安是什么货色我能不知道吗？他这么强，以前还那样对我，他还会拜我父亲为师，这根本说不过去。齐天明看着苏乖乖那副快压不住情绪的样子，眉头越皱越紧，他反而觉得苏乖乖根本不了解我。这2天跟我接触下来，他看到的我跟外面传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像什么舔狗，更不像苏乖乖嘴里那种撒谎成精的人。我越神秘，他越觉得自己那个猜测8、9不离10。更关键的是，他总觉得二师兄刚才像是还憋着话，没来得及说出来。六师妹，别说了。齐天明深吸一口气，把自己的好奇硬压下去。等二师兄出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苏乖乖却直接顶了回去。不行，我直接去问他陈长安，我要当面跟他对峙。他觉得师兄师姐们越来越离谱，他从小就认识我，我有什么能耐他还能不知道？就算当年我舔他最厉害的那5年，他也从没见过我有什么惊人的本事。他记得清清楚楚，我明明就只是渡劫一层，结果他这次离开宗门，出去不到1个月，回来后我就成了难以估测的恐怖强者，这在他眼里完全不合常理，所以他要去对峙，现在就去。苏乖乖把自己说的一脸动容，正要动身出发，却被齐天明一把拦住。六师妹，此事不能急。齐天明盯着他，语气很沉，忘了师尊的叮嘱，师尊让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去追查那位强者，一切等师尊出关再说。苏乖乖嘴角一抽，憋着气回怼：三师兄，你真觉得他是那强者？我很了解他，他绝对不是的。齐天明却越想越笃定，所有迹象都指向我，没有铁证，但眼下我就是最可疑的人选。师妹，师尊和师兄的话你也不听。齐天明语气更重，脸上带了点责备。苏乖乖站在原地僵了片刻，最终还是把那股急劲压下去，默默点头，拳头却攥得更紧。他是真的想不通这些师兄师姐脑子里装的什么。一开始说我有剑心就算了，现在连枪心都冒出来了，甚至还说我是仙级巅峰强者。仙级巅峰啊，放在仙界都是顶层那一批，我何德何能？齐天明把话说得很清楚，此事等二师兄出关后再讨论。师尊出关，我们才能正大光明的询问陈兄。他们太弱，真要去追一个仙级巅峰，轻则惹麻烦，重则出事。李雪雅和陆浩点头同意，三人目光一起落在苏乖乖身上。苏乖乖犹豫半天，终于咬牙点头：好，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都不要去找陈兄，就算不得不见面，也绝不探寻他的真实实力。齐天明郑重叮嘱，众人都应下。这时齐天明的传音宝物忽然一震，他低头一看，神色一亮，把东西收起后笑道：大师兄已经到了。他们原以为大师兄这种书呆子会泡在图书库里，拖到最后一天才来，毕竟大师兄把图书库当家，常年修
修炼、看书、住里面。也正因为读得多，他悟性高的离谱。几人立刻飞往宗门外。很快，一位白袍老者自虚空踏出，白发如银丝披散，白袍宽松随风微扬，周身带着一股说不出的书卷气，眼神里透着慈祥与智慧。见过大师兄，众人齐声行礼。易中恒笑着点头。咦，二师弟呢？李雪雅回道：二师兄闭关了，要突破枪心境界。易中恒一愣，你们搞错了吧？不应该这么容易突破枪心境界啊！齐天明走近，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快速说了一遍。易中恒听完眼睛都变了，声音压得很低，还顺手屏蔽了周围。什么？那位仙级巅峰强者就是这宗门的宗主？齐天明谨慎道。侧脸和一些细节确实很吻合，但还不能确定，等二师兄出关再商议。最后要证实，也必须等师尊前来。易中恒沉吟后点头，确实不能乱来，不过我肯定要见见的，也能稍微试探一下。齐天明苦笑，试探会不会太明显？易中恒自信满满，不会，若他真是仙级巅峰，活得久，见识也必然极深，我跟我聊些学问，大概就能判断他是不是真只有40来岁。齐天明一想，觉得可行，便点头。苏乖乖眼眸骤亮，他心里冷哼，我能有什么学识，等着看大师兄揭穿我浅薄的真相。几人一拍即合，直奔宗主殿。此刻宗主殿内，我正翻着书，灵脉怎么用我确实不熟，只能去藏书阁找书补课。结果书里讲的全是凡间灵脉，没提仙级灵脉。更离谱的是，凡间灵脉不是埋了就行，还得培植，像种植物一样要浇灌，等它生根蔓延到整片山脉，最后才会像结果一样放出浓郁灵气，正常得花几个月。我皱眉，那婚礼前肯定赶不上我想要的效果。正想着，我察觉到有人来访，他们师门最后一个大师兄来了吗？我随手把书叠好，一个闪身到了殿外。来人白袍白发，看着年纪不小，我心里一嘀咕，这不会是他们师尊吧？我照旧挂着笑，大步迎上去，欢迎欢迎。齐天明笑着介绍，陈兄，这位是我们的大师兄。大师兄，我还以为是师尊呢，这年纪200岁打底吧？易中恒拱手，笑容温和，鄙人易中恒，见过陈兄，久仰久仰。里面请。我赶紧把人往店里引。易中恒入座后，目光落在我高座旁那几本书上，眼神微微一变。齐天明他们也注意到了书，但看不清书名。苏乖乖嘴角一抽，像是在憋一句，你是故意摆在那装样子的吧？易中恒笑问，陈兄也爱看书？我瞥了眼书堆，随口道，还好，偶尔看看。易兄呢？易中恒笑道，我从小博览群书，到如今这个年纪，凡间书籍我应该都看过一遍了。我有点惊讶，这不人形图书馆？易中恒笑得更开，陈兄不信的话，随便问我问题。我表情微妙，我当然信。易中恒也跟着微妙了下，像是没想到我不按套路走。我忽然想到刚才灵脉的事，直接开口，不过我确实有个问题，我从武洞兄弟那里得了一根仙级灵脉，有什么办法让灵脉快速成长起来吗？易中恒表情明显动了一下。苏乖乖听到这里，脸上直接写着轻蔑，还快速扫了李雪雅和齐天明一眼，像在说，看吧，这么基础的问题他都不懂。李雪雅和齐天明也皱眉，显然意外。易中恒却仍笑着解释，仙级灵脉与凡间灵脉不同，埋入土中即可，无需浇灌，只需等待一段时间便能完成，大约1个月。若想更快，可用灵石做肥料，用量越多，成长越快。我当场恍然，原来如此，多谢指点迷津，太好了，婚礼前宗门灵气能抬上来。易中恒含笑，这是仙界常识，陈兄可还有其他问题？我摆手，没了。易兄已经帮我一个大忙，但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怎么像是巴不得我多问几句，让他展示学问。我顺势补了一刀，因为其他问题我问出来，易兄可能不知道。易中恒一愣，随后从容道，陈兄，不瞒你说，要是我都不懂的问题，这凡间乃至仙界也没几个人能回答。我看他这自信劲，干脆笑了，那我们赌一把，我问你几个问题，我肯定你回答不上来。齐天明嘴角抽了下，李雪雅也尴尬的不行，我这是又逮着他们师门的人薅，我直接开条件，赌注带点彩头吧。易兄身上有没有什么强的功法？我想来想去，宗门现在最缺的就是强功法，我自己用不上，但长老弟子用得上。易中恒打趣，什么功法？我开门见山，我宗最强功法才天品下阶，易兄身上可有天品上阶，甚至仙品功法？易中恒哈哈一笑，语气里带着自豪，我100岁起就自创功法，不久前确实刚造出一门适合凡间所有人的最强功法，天品上阶，但我觉得归成仙品也不过分，因为无论修为高低，哪怕最弱炼气者也能迅速修炼至渡劫巅峰。我眼睛一下亮了，那就拿这功法当赌注，如何？易中恒嘴角上扬，行，但我答出来了呢？陈兄给我什么？我笑，你断然回答不出。易中恒被我激起兴致，行，你问。我露出招牌假笑。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易中恒先淡定，越想越皱眉，最后直接茫然，没鸡哪来的蛋？没蛋怎么来的鸡？齐天明他们也跟着想，然后全懵了，这什么题？我看着他，易兄可有答案？易中恒支支吾吾，这个问题我笑，回答不上。易中恒深吸一口气，诚实点头，我暂时答不上，需要仔细钻研。我不等他缓过来，继续。第二个问题，我乘木船花费100年去目的地，途中船体腐朽，就用新材料更换，等整艘船材料全换完，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易中恒想了下，不是。我立刻追问，不是，那究竟从什么时候变成另一艘船？我明明没下船换成另一艘船。易中恒直接卡住了，他脸色明显难看起来，因为这问题怎么答都不对。最终他苦笑，这个问题我也得钻研，我就这么连问10个，全是我前世那些悖论、哲学、逻辑坑题。易中恒从最开始的自信，硬生生听到整个人呆滞，额头汗越来越多。我停下，好了，易兄，看样子你还是有挺多不会的嘛。易中恒脸皮抽动，这些都什么问题？他书里根本没见过，他只能服软。我确实都得好好钻研。陈兄这些问题太高深了。齐天明几人看到这里，心里都跟着一震，能把大师兄问到这份上，很可能就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我淡淡道，易兄既然答不出，那我赢了。易中恒苦笑着掏出一本蓝色封皮书《天地造化功》，他仍不甘心，问我陈兄这些问题从何处得来？我从未听说过。我随口胡诌，
很久前在一本书里看到，但那书遗失了。4周一镜，苏乖乖眼眸一亮，我就说嘛。齐天明和李雪雅对视一眼，这算瞎猫撞上死耗子。易中恒沉思后笑道：“这样啊，那我输得心服口服。”陈兄尽管使用这功法，我点头收下。又聊了一会儿，易中恒借机抛出几个话题继续试探，结果发现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更迷惑了。不久后，我把他们送走，他们飞去一处幽静住所。齐天明先问：“大师兄，您怎么看陈兄？”易中恒摸着下巴，他时而学识惊人，时而连仙界基础都不懂，我也捉摸不透。李雪雅眼神一转，这就说明陈兄恐怖，装不懂很容易，但学识高装不出来。苏乖乖小声嘀咕：“我觉得没这么玄乎，他自己都说是书里看到。”易中恒眯眼，他确实不简单。至于是不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恐怕得师尊到了才能揭开。他们走后，我立刻拿着仙级灵脉赶往宗门中心山脉，这里是护山大阵中心，最适合种灵脉。我一挥手，地面轰然形成井口大小的洞穴，我跳下去一路往下，不久停在地下300多米。我挖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坑，把最近赚来的灵石和灵脉一起埋在中心，这样应该可以了。我飞回空中静看，很快灵脉开始吸收灵石里的灵气，像种子吸养分一样冒出白色嫩芽，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扩散。我眼里有光，几天后嫩芽就能铺满青云宗地底。等几天看看情况。我回到宗主殿，功法的事也得安排。我用传音宝物联系大长老，让他来一趟。慕容雪刚传音说婚礼安排的差不多了，他开始吞服丹药准备突破。约一炷香后，大长老龙傲天才慢悠悠道，他一进殿就站在中央，眼神带着明显不满。宗主，你找我？我拿出功法，在灵气托举下送到他面前。这是一本仙级功法，适合凡间所有人修炼，比任何功法都更快让人修炼到渡劫巅峰。往后这功法就是我宗主功法，所有弟子都可修炼。大长老眼眸猛地一睁，仙级功法，他翻开一看，越看越心惊。我补了一句，这是我从苏乖乖大师兄那里讨来的，不用质疑真实性。大长老深吸一口气，点头。他也听得出来，这更像是人家随礼。他抬头盯我，功法提升快，需要大量灵气，可宗门资源已经没了吧？他知道慕容雪为了婚礼耗光才苦，下个月弟子资源怎么办？我笑，我刚在宗门培植了仙级灵脉，不久后我宗灵气用之不竭，资源也不用担心，往后每月照发不误。大长老暗吸一口气，仙级灵脉多半也是那边给的，但不管怎么说，我确实做了2件对宗门有利的事。他对我态度明显缓了些，那最好不过。我趁机说道，我知道你们长老对我以前不满，但我也身不由己，我答应了师尊要照顾师妹，不过现在好了，师妹外嫁好人家，往后我会弥补宗门。大长老皱眉，像是下了决定。宗主，此处只有你我，你跟我坦白，前宗主真的那般叮嘱过你？我看着他，认真道，真叮嘱过。大长老沉沉点头，我先忙了。我目送他离开，轻轻摇头，还是得靠最后那一场戏才能征服他们啊。接下来就等婚礼。不过最近我睡眠有点怪，我竟然会做梦，还连续做同一个片段。我走到一面古老铜镜前，镜里映出的不是我，而是一位白衣俊逸男子。我自嘲一笑，难道我潜意识里希望自己长得更帅一些？大长老离开后召集长老们讨论功法传承，他们抄录了几百本，放入藏书阁，分境界抄录，禁止越级，防止有人私自带走外传。消息一出，弟子们蜂拥而至，修炼后提升速度尽快了10倍，全宗震动。可很快，弟子们又开始发愁，想快就得更多灵气，宗门每月灵石不多，婚礼还耗光资源，未来怎么办？婚礼越来越近，凡间中心一座大城里，庞大府邸后院湖边石亭，2位老者对坐品茶。齐尊捋了捋胡须，笑道：“阁主弟子婚礼在即，我们何时去？”齐天明那小子昨儿还嚷嚷着要提前去，这次要把我的胡子赢光。秦尊背着古琴，洒脱道：“雪雅也让我别迟到，我打算婚礼当天去，提前去也无聊。”齐尊感叹：“青云宗运气逆天，出了圣体还被阁主收徒。”秦尊摇头笑：“青云宗上次听说还是当笑话来听。”齐尊又笑：“听说宗主陈长安对阁主6徒弟情有独钟，如今6徒弟要嫁5徒弟，他更要被人看笑话。”秦尊意味深长：“你没听说他是因为师尊临死嘱托才那样？”齐尊古怪看他一眼，随即明白对方是在反讽。反正这婚礼热闹是一定的。齐尊又正色问：“那个强者的画像拿到了吗？”秦尊点头，只有侧脸，这人甚至比现在的阁主还强些，很可能来自仙界，下凡收走护山阵法。齐尊叹：“可惜没见到风采。”秦尊期待道：“阁主出关就是仙级巅峰，不久后我们也要随他离开凡间，到了仙界，星星能见到，请柬迅速传遍修仙界。”婚礼只剩最后一天，我站在宗门上空，看着长老弟子有条不紊布置广场桌椅，满意点头。他们今天格外听话，原因很简单，昨天灵脉成熟了，地底涌出的浓郁灵气像云雾一样笼罩宗门，弟子们疯狂吸收，修为肉眼可见的快了起来。他们知道是我在地底培植了仙级灵脉，对我的印象又好了1分。我看向闭关处，小雪还在闭关，看来婚礼前赶不上突破，剩下准备我亲自盯。夜幕落下，宗门短暂安静。第2天，晨曦洒在最高峰，整个宗门突然响起欢快锣鼓声。我特地吩咐的，就为热闹。与此同时，受邀势力陆续到，天边非洲密密麻麻从4面8方飞来，场面很壮观。我嘴角一翘，一个闪身来到一处安静居所。还没重启阵法吗？我看着忙的满头大汗的林涛苦笑：“快了，今天内应该可以。”我皱眉，已加把劲。我又一个闪身出现在另一处居所，齐天明等人都聚在这里。舞动出关了，已突破枪心境界，整个人像一杆锋利长枪。舞动见我就笑：“陈兄，我直接安排他们2人呢，穿好婚衣，准备出去迎宾了。我可不想让这些人闲着。”几个仙级强者站山门迎宾，这婚礼派头直接拉满。李雪雅指了指一间房，师妹死活不愿出去迎宾。我皱了皱眉，
没，直接往里走。一进房间就看见陆浩穿着大红婚服坐在床边，满脸无奈的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苏乖乖。听见我进来，陆浩抬头看我，苦笑的更明显了。我走近一步，语气平平：“苏乖乖，你这是做什么？”苏乖乖梗着脖子，硬气的很。我不喜欢那种场面，也没明令要新娘子去迎宾，所以我就不去。他越说越理直气壮，像是早就把这口气憋在心里了。被逼着成婚已经够难受了，还要出去迎宾，那等于把最后一点脸面也交出去。他不干，我盯着他那副死撑的样子，没跟他拉扯，先把陆浩打发出去。你先出去。陆浩愣了下，还是起身往外走。门一关上，我抬手一挥，顺手把周围隔开，外面听不见里面，里面也传不出去。